第139章紫灵晶到手。三阶。闻言，萧炎再次抹了把冷汗，即使他体内有着云芝留下的斗气之源，那也不可能将这防御力堪称变态的小紫金翼狮王解决掉。紧皱着眉头望着那匍匐的小紫金翼狮王，萧炎苦恼了片刻后，将目光移向药老，试探的道：要不老师出手解决那小东西？我早就说过，进入了这魔兽山脉，一切都得依靠你自己，除非你遇到生死关头，否则我不会出手帮你。晃悠悠地飘在通道顶部，药老微微笑道：靠，算你狠。脸皮一抽，萧炎对着药老恶狠狠地竖起中指，然后无奈地嘀咕道：我还真不信解决不掉他。你不会真想直接干掉他吧？你别看这小家伙块头不是很大，可若是论起战斗力，可绝对是在三阶中派顶峰的。你这小身板，就算把地阶斗技使用上了，也很难击杀他。药老惊诧的道：我白痴才和他硬碰。靠着石壁坐下，萧炎从那戒中翻出大堆的东西，在其中来回翻找了好片刻后，忽然拿出一枚淡紫色的果实和一瓶青色液体。紫烟果。望着那枚淡紫的果实，药老诧异的低声道：嘿，小子准备还挺周全的呀，竟然知道火属性魔兽都喜欢这东西。紫烟果，魔兽山脉的一种特产果实，由于这种果实内部含有少量的火属性能量，所以极多数的火属性魔兽都对这类果实颇为喜欢。没有理会药老，萧炎再次从那戒中取出一枚空心管子的水晶针，然后将之放进青色液体中，吸满一罐，最后小心翼翼地插在紫烟果中，轻轻一捏，青色液体便是灌注进了果实之中。你想放毒？紫金翼狮王免疫力可是很不错的哦，凭你配置的毒药，能弄翻它。见到萧炎的举动，药老不由得有些怀疑地问道：谁说这是毒药了？萧炎舔了舔嘴，阴声笑道：这是我配置的强力泻药，只要他吃了下去，管他免疫力多强，都得给我拉得稀里哗啦。啧，小家伙竟然还有这手。不过你可别小看了三阶魔兽的智慧，虽然它并没有外面那头那么精明，可其智商也不是那些1、2阶的魔兽可比啊。来历不明的东西，它可不会吃。先是对着萧炎竖起大拇指，旋即药老道：不吃？嘿嘿，这可由不得他。不管如何说，畜生就是畜生。咧嘴一笑，萧炎再次从那戒中掏出一瓶红色的液体，揭开瓶盖，一道让得人肚子咕噜直叫唤的异香悄悄地飘散了出来。味道刚刚扩散，萧炎便是赶紧将之盖住，阴笑道：这是我用厌食花配制出来的药液，只要把它注射进紫烟果内，我就不信那头小兽能抵挡得了美食的诱惑。望着萧炎这接二连三从那戒中掏出的东西，药老着实有些无语，让这家伙炼药，他却竟然捣鼓出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。身体微微漂浮，再次问道：就算他吃了下去，如果他就在这洞内清理肠胃，你的打算似乎就落空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里面，没发现有半点兽粪那些脏东西，而且这一路进来也没发现别的地方有，所以我想这紫金翼狮王应该有些洁癖吧。魔兽竟然也讲洁癖，真是有些莫名其妙。还有，麻烦别再问问题了，这些办法也只是我临时想的念头，哪有多周全啊？到底行不行还两说呢。说完后，不再理会药老的问题，萧炎往紫烟果内足足灌注了7、8次青色液体，再灌注了1次厌食花之液后，方才罢手，抛了抛沉重了许多的果实，嘿嘿一笑，将地上的东西全部收进那戒之中，然后将手中的紫烟果轻轻地放在洞门处。将东西摆好，萧炎脚掌一蹬，身体弹射向通道顶部，双掌犀利狂涌，把自己的身体牢牢地定在了石岩之上。紫烟果刚刚放在洞门口，一股异香便是逐渐散发而出，借助着微风的助力，缓缓地向洞内扩散。沉睡之中，小紫金翼狮王大鼻子微微动了动，将这抹异香吸了一口进入肚内。当第一口入肚后，沉闷的声响便是忽然在小紫金翼狮王的肚内响起，缓缓地睁开兽瞳，他摇晃着硕大的头颅，在宽敞的洞内扫了扫，似乎是在寻找着香味的传播源地。
搜索在持续了片刻之后，小紫金翼狮王终于是寻找到了目标，慵懒地站起身子，巨嘴中发出低低的吼声，迈着步伐，缓缓地走向洞口处。行至洞门口，小紫金翼狮王鼻子在那枚紫烟果之上深嗅了嗅，旋即抬起头颅，兽瞳警戒地在周围扫过，伸出巨大的掌爪，轻轻刨动了一下紫烟果。寂静了片刻后，他忽然甩甩尾巴，再次走回。透过一抹小缝，萧炎望着那转身回走的小紫金翼狮王，不由得失望地叹了一口气。显然，这小东西的警戒比他想象中的还高。然而，就在萧炎打算另想他法之时，那转身走了一半距离的小紫金翼狮王，忽然又屁颠颠地转过身，快步跑到紫烟果处，舌头一添，将之吞进了肚去。瞧着他的举动，萧炎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“妈的，我都差点忍不住地把它给吃了，我还真不信你不吃。”吃完紫烟果，小紫金翼狮王再次匍匐在美轮美奂的紫金石结成的地板之上。然而片刻后，他猛地站起了身子，肚内一阵抽搐般的闷响，视线在洞内扫了扫，最后在萧炎那紧张欣慰的目光中，一路对着洞门直冲而来，飞快地窜出通道。成了！瞧得小紫金翼狮王的消失，萧炎忍不住地发出一声欣喜的低喝，从顶部跃下身来，抓紧每分每秒，急冲进布满紫金石的山洞之中。站在山洞内部，萧炎拿出那已经开始散发着温热的水晶，然后握着它，凭着温度高低的指引，缓缓地在布满紫金石的山洞内部走动着。在山洞内移动了半晌，萧炎脚步忽然停在了先前小紫金翼狮王匍匐的地方，微微蹲下身子，伸出手来，在附近10几块紫金石上轻轻敲打。当他的手指敲打在靠边的一块紫金石之后，顿时下方传出了空荡荡的轻响。听着这响声，萧炎略微有些惊喜，右手迅速摸索着扣开石板，顿时紫华爆射而出，将萧炎刺激的眼睛赶忙闭上。待得眼睛的疼痛逐渐收敛之后，萧炎这才缓缓睁开，目光扫向小洞，只见一块拳头大小无规则的尖锐紫色灵石正安静地存放其中，紫色灵石之上光华流转，煞是美丽。在这块尖锐的紫色灵石出现之时，萧炎手中的水晶变得犹如火一般滚烫。当下他赶紧将水晶装进那戒之中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小洞内取出紫色灵石，同样是将之装进那戒内。紫灵晶到手，萧炎将小洞还原，然后起身便是对着通道外疯狂地窜跑而去，一路奔驰地掠过长长的通道，迅速来到那分岔口处。站在这里，萧炎谨慎地四处望了望，然后才狂喜着脸色，再次拼了命地对着那条存放着半生紫金元的通道内部狂奔而去。奔跑了半晌，熟悉的洞口出现，萧炎急忙刹住脚，小心地探测了一番后，方才放心地进入。快速行至那紫金石台处，萧炎贪婪地望着那紫色圆球，这里面可是足足蕴含着让小紫金翼狮王提升一阶的雄浑能量啊！就算自己不可能将之完全吸收，那也至少能接连提升好几星吧。一想到这东西所带来的超级功效，萧炎身体便是激动得有些颤抖，手掌一翻，那枚尖锐的紫灵石出现在了掌心中。咽了一口唾沫，萧炎死死地盯着紫色圆球，心头有些不确定地问道：“就这么直接砸开？”“应该是吧，我也从没砸开过。”戒指中传出药老不太确定的声音：“要是出了问题，我找你拼命。”药老不确定的声音顿时让的萧炎有些忐忑，不过这种时候也容不得他多想，当下紧紧握着紫灵石，然后狠狠地对着紫色圆球敲了下去。咔嚓，紫灵石敲打在圆球之上，略微安静之后，一道裂缝在后者表面浮现，瞬间后裂缝逐渐扩散，然后砰的一声破碎了开来。半生紫金元刚刚破碎，紫色液体便是从中流淌而出，侵蚀了小半张石台。快，用玉瓶收集紫色液体，这些就是紫金元。瞧得液体泄露，药老顿时急忙喊道。药老的声音刚落，早已经心疼的不行的萧炎便是飞快地从那戒中取出玉瓶，然后拼命地灌着其中的紫色液体。虽然半生紫金元外表酷热，不过其中的液体却竟然反常的有些温凉。圆球虽然看似颇大，可其中所蕴含的紫色液体
却仅仅只让的萧炎装了6个小玉瓶，将球底的最后一滴紫晶元装进瓶中。萧炎望着那些洒落在石台上的液体，心疼的嘴巴直哆嗦，盯了片刻后，忽然扑身在石台上，然后在药老那目瞪口呆的表情中，用舌头把石台上那些小凹坑中的紫晶元全部填进了肚中。我靠，你真强！瞧着萧炎这模样，无语的药老也是罕有的学着萧炎的口吻爆了句粗口。